你是否曾为生活慌张，也偶尔会为现实而沮丧？哭一场也无妨，只要记得眼底有光。你是否还来不及遐想，就遇上了一路跌跌撞撞？梦想什么答案，需要我们亲手去协商。改变不了天气，就改变想象。没有成功，也要成长。当你试着把脸迎向太阳，就能背对黑暗。这一刻起，加码梦想，更进勇敢，学会去疯狂。就算天再高，又能够怎样？踮起脚就更接近希望。这一刻起，加码梦想，卸下倔强，学会去原谅。未来也许有失望，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发生什么事？我即使路人杰说出去的话跟放出去的箭是一样的，没有回头路，伤人伤己又解决不了问题，这又何必，对吗？我刚才确实是冲动了点。你说的对，有些事需要冷静处理。既然别人帮不上忙，我就只好靠自己了。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了，都不关你的事。没错，是我自己的事。我这个儿子真是啊，满脑子都在想工作。还不是因为你，我为了被你认可，习惯成自然啦。哦，那是我的错。打电话给他，好好骂一骂他。骂他做什么？你对他有意见又不跟他说，回来生气，他怎么知道他做错什么事情啊？男人没有你们女人那么有心思啊。要女人说出口才知道，那算什么心有灵犀？啊，这样子啊，那拍照发给他。啊？你不是要心有灵犀吗？那就给他看看你画的是婚纱，他才知道你想穿婚纱。谁说我要穿婚纱啊？哦，所以这个还不够明显啊。这明明是一件很像婚纱的晚装。你当你偶像是傻的还是瞎子啊？啊！你们马家的男人气死我了！哎，大白天不要装睡，给我起来！24小时内不准提马德明这3个字。哎，马，滴滴滴，打来呀！喂？哦，没有，什么事？那今晚见。OK。我想好了，今晚要吃一顿大餐，狠狠的敲他一顿。好啊，要怎么敲就怎么敲，只要开心就好啊。哪一件好看？需要那么夸张吗？吃个晚餐而已。不好好打扮，万一拍出来的照片又丑又难看，太对不起自己了。可以用美颜啊，你怕什么？美颜太假了，所以哪一件？这件。OK， 那就这件。啊？那你还要我选？你喜欢的德明一定不喜欢啊，不过我例外。是，没错。今晚2位。好，谢谢你。有事找你谈，篮球场见。这个时候约我来球场，我什么都没有带。
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打球，你说要和我一起打江山。当然记得，可惜最后我们还是输了。输了比赛没关系，但输了信任，才是真的输了。还记得上一次你约我打球，是为了什么吗？是为了让小倩去我家偷 AI 杯。可是你要 AI 杯来干什么？你又不是马小宝，也不是我爸，他们想毁掉 AI 杯，你呢？你是第一个肯给我机会、肯相信我的人，也是利用我对你的信任骗我出来打球的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一直相信你的为人，就算最后小倩选择了你，我也输得心服口服，真心祝福你们俩。4月18号那一晚，你去了哪里？我怎么会记得啊？如果那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你自然不会记得。可是那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件事，不可能忘了吧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是 Go Rich 被挖大宝打压的一天，所有的物流都被阻断了。不过幸好有你和小倩的帮忙，那天也是我认识你的第一天，也是马大宝出事那一天。那天你明明去过嘉诚物流，为什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？到底在隐瞒什么？你认为我会让小倩选一个骗子当男朋友吗？说话啊！就算你说这视频里的人不是你，也算是一个交代，好吗？我相信，和我一起打天下的好朋友，是不会对我说谎的。视频里面的这个人是我。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视频里面的这个人是我。那一天，我和我爸大吵一顿之后，心情糟透了。我知道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决定了，我不甘心。可是 Go Rich 的处境已经不可能有转机了，我甚至想要回去再求一求我爸，但是我太了解他了，没用的。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看到了马小宝父子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停车场。出于好奇，我跟踪他们。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啊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物件，要马上把它运出去。什么物件这么急？这是……你们杀了马大宝！马上离开这里，不要拖我下水啊！哎呀！为什么杀我？你这谁为什么死？
我知道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，不管我爸是不是因为我而死，这件事情我难辞其咎。第二天，我本来要去自首，可是我万万没想到，蛙大宝集团日前推出的智能精灵杯销量暴跌。集团创办人兼主席马大宝近早宣布，公司将陆续推出一系列独家智能产品。也许事情不是我以为的那样，我甚至希望我爸真的安然无恙。我放弃了去警局，去找马小宝。总裁他，我要见我爸，他出国了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他。你这不是在为难你叔叔我吗？马小宝一再阻止我联系我爸，我已经肯定我的希望落空了。为了隐瞒我爸的死讯，不让我继续追问，他甚至主动替我解决了物流问题，让 Goris 顺利度过当时的难关。他是你爸，我是想要救他，可是你没有，你还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继续生活。我每天都备受着良心的谴责，但是我还能怎么样？我爸已经死了，而且他传钱的挖到宝还落在了马小宝手里。你可以报警啊，揭发他。怎么揭发？所有的闭路电视、人证物证，包括我爸的尸体，都被你爸亲自公海了，我还能怎么样？我除了告诉警察，我为了救他，不小心把他弄死了。我拿什么将马小宝绳之以法？没有啊！那是你们马家的事，为什么把我们牵连下去？我爸是无辜的，因为你们现在要对马小宝低声下气。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你道歉，我需要公道。那谁给我公道啊？马小宝父子才是谋害我爸的人，我却变成了凶手。挖大宝落到马小宝手中，我爸会死得瞑目吗？那他现在死得瞑目吗？被困在 AI 杯里，死在自己儿子手里，连自己的死因都不敢知道，不敢追究。我爸跟你说了什么？你会在乎吗？当然。如果小倩知道你就是杀死马大宝的凶手，你要她怎么面对？不能告诉小倩。文姐，你不要告诉。如果我拒绝呢？你也会杀了我吗？如果不是今天被发现，你打算瞒多久？一直瞒下去，永远瞒着小倩吗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小倩的。你凭什么？你没资格给小倩幸福。等很久了，怎么现在才来？我还以为我来错地方了。我们进去吧。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这是那间已经结束营业的老餐厅。没错，这是我找人根据老餐厅的设计还有装潢制造的效果，有没有还原你美好的回忆？什么？我好像还闻到记忆中的香味。啊，康叔叔，你好吗？好，好久不见。对，你好，来，请。啊，哇，好香！你看康叔叔的厨艺是不是很赞？你男朋友比较赞啊，要不是他诚意满满，我这个退休的老骨头也不会重出江湖。谢谢。快尝一尝，是不是你怀念的味道？你也试试看。
这炒面是我爸爸最喜欢吃的。心中绚烂闪烁，未曾有过的悸动，徘徊在十字路口，街灯都因你而温柔。就只你一位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这是那天我都看到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穿上的婚纱。你都知道啦。你凭什么？如果小倩知道你就是杀死马大宝的凶手，你要她怎么面对？你没资格给小倩幸福。今天的安排，你还满意吗？嗯。他怎么好像不高兴？是我刚刚没给他好脸色看吗？哎，佘小倩，你是怎么了？想嫁想疯啦？人家不求婚而已吗？到了，我到家再 text 你。谢谢你今天的安排。晚安。晚安。马德明，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，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资格了。
那是一场意外。如果我不死，死的就是德明了。他还是凶手啊，杀了人啊！那你想怎么样？报警是吗？不对，如果你要报警的话，你不会来找我的。你不是来找我，你是小倩有权利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告诉小倩。你听到没有？不可以说，听懂了没有？我都已经不追究了，这是我的意愿，我的权利，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如果你真的心疼你儿子，活着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他逼上。那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情啊，那个说我糊涂不行吗？我都已经死了，难道死了还不放过自己儿子吗？任杰，你既然叫我老师，尊师重道，你应该懂吧？我马大宝从来没有求过人，算我求求你好不好？求求你不要告诉小倩，就当我包庇德明好了。难道你不想保护小倩？难道你希望看到她伤心难过吗？啊？哎，任杰，来找我这样聊天啊？这么早回来啊？你爸去喝喜酒都还没回来。我是去吃晚餐，又不是喝喜酒。小倩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你的耳环很漂亮啊，德明送给你的。他上次送我的，是不是很配今天的服装？是啊，很漂亮。我的心情更漂亮。是吗？那你一定要告诉我啊。任姐，你不是有事情吗？你先回吧，我们有东西要聊啊。哦，没事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先去洗个澡。我们今晚聊通宵。小倩，其实德明他……德明怎么了？德明送你的耳环真的很好看。哦，好看吧？还有，你家的钥匙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别住在外面了，早点回去。谢谢你。别谢我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这么做，可能很快就会后悔了。你想反悔？你放心，至少今天不会。所以你还是先别谢我。他是你爸，我是想要救他，可是你没有，你还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继续生活。那他现在死了瞑目吗？被困在 AI 杯里，死在自己儿子手里，连自己的死因都不敢知道，不敢追究。如果不是今天被发现，你打算瞒多久？如果小倩知道你就是杀死马大宝的凶手，你要她怎么面对？不能告诉小倩。任姐，如果我拒绝呢？你会杀了我吗？你会杀了我吗？你会杀了我吗？爱是唯一信仰，会蒸发泪光。偶像，在想什么？没事啊。明明就有，说来听听。什么时候变那么多事？哎，我也是关心你嘛。好啦，谢啦，心灵啊。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哦，以后遇上危险或者发生什么紧急状况，不要管我，自己先逃，听到没有？你怎么突然提起不吉利的事？
马英伟那个坏蛋都已经被抓了，以后我们都会平平安安、长命百。长命百岁，对吗？真的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啊，能够看到你跟德明步入礼堂，结婚生子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干嘛？拍照啊？什么年代了，喜欢就去争取。德明最大的缺点就是恋爱经验不足。这哪里算是缺点？我对渣男没兴趣。但我担心他不够浪漫呢。你也不太了解德明了。这么说，你比较了解他了。我才不了解！你们马家的男人思想复杂，不是我这种平凡女生可以了解的。那你就应该更加的积极，更加的主动，更加热情去了解我的儿子。为什么要我主动？我又不是包裹，要自己送上门，还要求5星好评啊！不用求5星好评啦，求婚就还不错。求婚？不好吗？快马加鞭啊，快点当上我马大宝的儿媳妇。你今天是受了什么刺激？不理你了。希望我不会成为你们幸福的绊脚石。哎，坐嘞，我又没有要你罚站。任杰已经失踪2天了。真的啊？那你去找他，你找我干嘛？你知道他在哪里呀？哎，屁可以乱放啊，但是话可不能够乱说啊。你找不到你儿子，你应该去报警，知道吗？报警有用，我也用不着找你了。哎呀，你还看不起警察哎！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人本来是好好没事的，突然间报了警之后，说不定找回来的就已经不是人了啊！任杰他还年轻，如果做错什么事得罪了你，请你不要计较。哎呀，再怎么错也没有你错的离谱啊！真的是老虎不发威，我还以为你是病猫呢，怕怕。我那天是一时情急，才会说出那些话。您呢，大人有大量。不过也还好，如果不是那天，我又怎么知道在你手上有这么大的把柄？哎，我在想啊，你把马大宝给藏起来了，那如果说我也一样画葫芦，把你的儿子也藏起来，那也不算太过分。我是瞎说的，其实马大宝的尸体已经沉在大海里，不会被发现的。Really？ 哇哦，你只是随便瞎说，我就已经被你吓得要命了。请你放过任杰吧。你的儿子不见真的是不关我的事啊。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可以放过他呢？你忘了，我儿子被抓了。除了德明，你儿子任杰也有份。他什么都不懂，他是无心的。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啊？如果你儿子肯赔上2条腿，又或者是2只手，我就你，我只是开玩笑，不要这么认真。再说，人真的是不在我的手上吧？你干嘛跪我啊？我又还没死，死人才要跪，我受不起。要跪你儿子吧。嘿，我只是跟你开玩笑，干嘛这么认真？哎呦，你这又何必呢？我就求你，放过任杰吧。你要我说多少次？你的儿子真的是不在我手上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要真的是遇到他的话，我一定会叫他快点回家，当你的乖儿子啊！只要你肯放过任杰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早知今日，你又何必当初啊？我保证，不要再让他去追查马大宝的事。我什么都听从你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啊，
该有个了结了啊！不管是马大宝他真的阴魂不散，还是佘小倩和任杰他们装神弄鬼，反正这一次我就是要马大宝他们父子俩跟你们一样，当我永远的狗。任杰没来我们家啊？哦，好，安迪，你不要急，我帮你找找，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。嗯。喂，任杰这2天在忙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已经2天没上线了。肯定是在疗伤啊，不然开手机就看到你那些浪漫到要死的照片呢。帮忙联络他吧，他很少没有交代的。德明，任杰好像出事了，2天没有消息，要不要报警？不用了，他这么大一个人应该没事的，可能去 staycation。可是他很少。我要去开会了，待会再跟你聊。哦。怎么，见到叔叔也不打个招呼？哦，我忘了，是我让任杰帮我约你出来的。任杰呢？我觉得你现在暂时不需要关心你那个兄弟，你应该关心一下你自己。我真是没有想到，我们叔侄俩竟然会变成同一艘船上的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，你应该问我到底知道了一些什么事情。我问你，你做了亏心事，那是什么滋味？你什么意思？其实你早就知道你爸的死。那天你逼着我说要找你爸，其实你也只是想让自己跟马大宝的死撇清关系，因为人是你杀的。人是你害死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为自己找借口，还是良心发现，后悔了？还好这次老天爷还我一个清白啊！不过说真的，也多亏你的这个猪队友。你很厉害哦！我叫你不要查了，你还查到别人家的 CCTV 去啊？手机还我！你抓我干嘛？你老爸藏了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也一样以牙还牙，藏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。我爹地是不会被你威胁的，害死马老师的是你。我爹地是无辜的，他是被利用的。马老师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声，怕怕喽。这只鬼啊，要真的是有作为的话，他老早就来报复了，不用等到现在。哎，不如这样了，你叫他出来，然后来救你啊！无耻！我爹地是不会被你威胁的。爹地，你根本就不了解嘉诚。错，你根本就不理解一个做爹地的心情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到底要我讲多少次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我要郭嘉诚把你管好，不要再去查马大宝的事情。可是你偏偏就是要做一只小疯狗，咬死不放。你说你爹地是不是没有用？连你都管不住。如果我不发威，他还以为他可以爬到我的头顶上。杀人凶手，你一定会被绳之以法的。要不是怕连累德明，马老师早就揭发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德明？这件事情跟德明有关系？没有啊。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很不会说谎啊！你肯定是知道了些什么东西，你不想让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你想太多了。
你还是不要说话，我只怕你越说就越错。要不是害怕连累得名，马老师一定会揭发你。哈，原来我哥没有找我麻烦，是托了你的福。哎，我哥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，没想到现在做了鬼，还得要替他隐瞒真相，真是可怜。还好老天有眼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可就要糊里糊涂的帮你背上这个杀人的罪名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想跟你做个交易。你爸不是阴魂不散吗？我要你把 AI 精灵杯交出来。你真的相信有鬼？现在信不信已经不重要了，但是这个死人杯害我儿子坐牢，我一定要亲手把它给毁了。怎么了？你不舍得？难道你不想借此机会摆脱杀人的罪名吗？只要马大宝的尸体一天不被人发现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自然就成为一宗无头公案。要不是马大宝他阴魂不散，这件事情老早就已经神不知鬼不觉了。难道你真的想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吗？这一点我非常的清楚。马大宝毕竟是我哥，要不是逼不得已，谁也不愿意走出这一步，还不是一时冲动。人活着就是为了求生，现在机会来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相信我吧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知道你爸他一定会原谅你，因为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，前途尽毁。等这件事情解决之后，你可以跟你的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好吗？除了毁掉杯子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斩草要除根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还要我解释吗？我是为你好，你可别忘了，害死你爸的人是你。要么毁了杯子，要么毁了所有能看到马大宝的人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这个交易对你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，给自己一个幸福的机会，不好吗？再说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但你就不同了，你有大好前途。你爸不是经常说“一机在手，天下我有”？可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手机，而是转机。现在机会来了，不要错过，这是最好的结局。你是找谁找那么急啊？人杰不见了，已经失踪3天了。不会因为查我的事惹上麻烦了吧？德明说人杰很有可能只是去 staycation， 可是他很少没有交代的。小傻瓜，你不会去找德明麻烦吧？你怎么那么紧张？我哪有紧张？不是紧张，是害怕。发生什么事？不会是牛头马面要抓你了吧？把我抓走也就算了，我是担心德明啊。关德明什么事？应该担心人杰吧？失踪的是他。其实人杰那天来找你，是想要告诉你他已经查出真相了，他找到凶手了。那为什么不说？凶手是谁？说啊！你刚刚说担心德明，不可能，怎么会是德明？我不信。小倩，你冷静点。怎么冷静？而且杀了自己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你发生意外的那个晚上，精灵杯被撞了以后，我突然间记起一些被电击之后的零碎片段。难怪你不让我和人家追查你的死因。我现在真的很担心，我担心德明被人家逼急了，又做错事情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怎么现在才说？你要去哪里？啊？只要马大宝的尸体一天不被人发现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自然就成为一宗无头公案。你可别忘了，害死你爸的人是你，要么毁了杯子，要么毁了所有能看到马大宝的人。给自己一个幸福的机会，不好吗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脸上没有，心里有。我心里不是一直住着你这个小东西吗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偶像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总有原因，才让对方无法了解你；总有原因，才彼此疏离。在爱里，谁不努力？总有原因，才让对方无法陪伴你；有些失去，也许会换种方式重新回来找你。别让体谅总在深夜里肆意演变成为难自己。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那不过完美的自己，不必刻意看过不同的潮汐，才找回不一样的自己。都不舍的感情，才要一起。